好，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2号通报说，俄军完全控制了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一个居民点，乌军看似在战场节节败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不断的示弱，以求得到美西方更多的军事援助。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240架乌克兰的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62次战斗，乌军对俄多个人员及军事装备集中区、防空系统、指挥所实施了打击。事实上，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面临严峻困难。4月22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诺夫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军队在5月份将面临困难局面。布达诺夫表示，当俄罗斯军队在顿巴斯地区发动大规模攻势时，乌克兰军队将开始面临困难局面。当地时间4月22号，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拜登表示，一旦参议院通过对外援助法案并签署其为法律，美国政府将迅速提供新的安全援助计划，以满足乌克兰的战场和防空需求。据美国国会山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将于当地时间23号对众议院20号通过的价值950亿美元一揽子对外援助法案进行审议，其中包括约61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待参议院批准后，该法案将呈交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为了得到美西方的援助，泽连斯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是在为北约、欧洲、美国而战，期待西方加大援助乌克兰的力度。The Americans are not funding the war in Ukraine. They first and foremost protect freedom and democracy all over Europe. And Ukraine is fighting, and Ukraine is sending its best sons and daughters to the front line, and it reduces the price for all Europe, for all NATO. It reduces the price for everyone, including the US as the leaders in the NATO. 匈牙利外交部长席亚尔多当地时间2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和防长会上表示，在目前俄乌冲突仍然持续的情况下，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异于进一步导致冲突的升级和地区局势的紧张，甚至加大冲突扩散的风险。席亚尔多警告称，欧盟的态度或将使目前的俄乌冲突演变成新的世界大战。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匈牙利政府多次表示不应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支持，并多次呼吁立即停火并举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北约也动作频繁。俄罗斯卫星通信社22号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没有计划在乌克兰部署作战部队，但一些成员国已经向乌克兰派遣军事顾问。Several NATO allies have men and women in uniform at their embassies giving advice and so on. 爱沙尼亚国防部长佩夫库尔4月初也曾表示，每个北约成员国都在乌克兰部署了军事人员，充当乌克兰的军事顾问，并参与乌克兰士兵的培训。西方国家目前正计划在乌克兰设立训练营，以避免士兵时不时前往乌克兰的过境问题。此外，美国五角大楼也正在考虑向乌克兰增派军事顾问。当地时间4月22号，波兰媒体刊发了一篇对总统杜达的采访。杜达在采访中表示，如果北约盟友决定在波兰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作为核共享的一部分，为加强北约东翼安全，波兰已做好准备。杜达还透露，波兰和美国关于核合作的讨论已有一段时间。针对波兰总统杜达有关核武器言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北约核武器出现在波兰境内，俄军方将评估形势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以保障俄罗斯安全。Военные, разумеется, будут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в случае реализации таких планов, будут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ситуацию и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будут делать все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ответные шаги с тем, чтобы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 наш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